2026年初，凌晨2点，气温零下，细雨如针。收工的哨声刚响，整个剧组开始移动，灯光师收线，场记整理板子，助理们端着盒饭穿梭在人群之间。田曦薇站在原地没有动，她的脸色很白，不是妆，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白。助理走过来，递给她一瓶矿泉水。就在她伸手的那一秒，那瓶水被人拿走了。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动作，镜头不在这里，导演在远处看回放，围观的粉丝隔着栏杆够不到这个角落。但张凌赫注意到了，他已经注意很久了。今天我想聊的不是什么 CP 营业，不是精心设计的与 quote 化学反应与 quote， 也不是为了上热搜而排练过的甜蜜互动。我想聊的是一瓶水，和一个人在零下温度里做的一件没有人要求他做的事。田曦薇是什么样的演员，很多人都知道。台词功底扎实，情绪稳定，职业素养高。在片场，他很少抱怨，也不轻易表现出不舒服。就算身体出了状况，他也会压着，继续走位，继续对戏。这是他多年练出来的本能，不给剧组添麻烦。2026年初，驻豫剧组转场横店，进入最密集的拍摄阶段。夜戏多，对手戏多，消耗大。横店的冬天不讲情面，日落之后气温骤降，还带着那种南方特有的湿冷，钻进骨头缝里。那几天，知情人透露，田曦薇的状态不太好，不是演技问题，是身体。她那几天脸色苍白，眉头经常微微皱着，有时候会在2场戏之间悄悄地弯一下腰，手扶着腰侧，深呼吸，然后站直，重新走进场景。如果你不是专门盯着她看，你不会发现。片场有几百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但有一个人一直在看。如果你了解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与 quote 隧道视觉与 quote tunnel vision， 你会更容易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所谓隧道视觉，是指一个人在某种强烈的情绪驱动下，注意力会像聚光灯一样，只照亮一个点，其他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背景噪音。张凌赫当时应该在想什么？他应该在背他下一场的台词，他应该在和导演确认走位，他应该在看回放，复盘刚才那条镜头里自己的表情是不是到位了。这些才是一个男演员在片场应该分配注意力的地方，但他没有。他的目光一直落在田曦薇身上，落在那道微微皱起来的眉，落在那个几乎看不出来的弯腰动作，落在他手指握紧再松开的瞬间。他记住了一件事，他今天需要喝热水。收工之后，助理端着矿泉水走过来，常温的，刚从箱子里拿出来的那种。田曦薇伸手去接，然后那瓶水就不见了。张凌赫把它拿走了，顺手递给了旁边的工作人员，同时示意自己的助理，那个一直跟在他身边，手里捧着保温杯的助理，把杯子递过去。热水，提前备好的热水。整个过程没有语言，没有解释，没有语 quote， 我知道你不舒服，所以我帮你准备了语 quote， 这种话就是一个动作，一个替换，常温的走，热的来。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很小，那说明你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在最难受的时刻，有人不需要你开口，就已经把你需要的东西递到了你手边。那种感觉不小，那种感觉很重。如果你也被这个细节触动到了，点个赞吧，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现在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这件事值得被说出来。娱乐圈里有很多语 quote， 感情语 quote， 综艺搭档在镜头前互动，眼神放电，肢体语言暧昧，评论区铺天盖地的语 quote， 我磕到了语 quote。 然后节目播完，话题度消退，两个人发了几条互相点赞的微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不是感情，这是内容生产。真正的感情不需要镜头。张凌赫给田曦薇换的那杯热水发生在一个摄影机对准不到的角落，没有粉丝在场，没有路透偷拍，没有人在旁边记录这一刻与 quote， 哇，这个可以上热搜与 quote。 那个角落里只有寒风和细雨，一个脸色苍白的女演员和一个把热水递过来然后转身继续工作的男演员。没有多余的动作，没有等着他道谢的眼神，
地了，走了。就好像这件事对他来说不值得被特别标注，因为这只是他认为理所当然该做的事。这才是最让人心疼的地方。评论区告诉我，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不需要你开口就知道你需要什么？还是说你自己曾经做过这样的人？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判断一个人对你是真的在意，还是只是习惯性的礼貌？答案其实很简单，看他记住了什么。普通的礼貌，记住的是表面上的信息，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哪个部门，你喜欢喝什么饮料。真正的在意，记住的是你没有说出口的那些，你上次皱眉是因为什么？你什么时候身体不好？你在哪种情况下需要被照顾，但不会主动开口说？张凌赫记住了田曦薇的身体周期，这不是一个你随随便便就会去记的事。你要长期关注一个人，你要在意他的状态变化，你要在他周围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自己做出判断，提前做好准备。这需要的不只是细心，这需要你把这个人放在你心里，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零下的横店，几百个人的片场，所有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而他在看他。这就是爱，不是台词里写出来的，不是剧本安排的，不是助理提醒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本能的，不需要理由的保护。最后，我想说的不只是张凌赫和田曦薇的故事，我想说的是那个拿走常温矿泉水、递来热水的动作，你有没有在自己的生命里遇到过？也许是宿舍里的室友，在你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悄悄在你桌上放了一杯热茶。也许是一段感情里，对方从来不问你你冷不冷但每次出门他都会先拿起你的外套递给你。也许是你的父母，从来不说我爱你但在你发烧的时候，他们记得你不喜欢吃退烧药，提前准备好了冰毛巾和温热的稀饭。这些人，这些时刻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热搜上，没有人给他们点赞，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事存在过，但他们存在，他们是真实的。在所有的计算和表演充斥的世界里，有些人还是在用最笨的、最不讨巧的方式，默默地照顾着他们在意的人。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记得告诉他一句谢谢。如果你曾经是这样的人，我想说你做得很好。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种有温度的内容，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下次有新故事你不会错过。评论区告诉我你最难忘的一个被人默默照顾的瞬间是什么？我想看到你们的故事。我们下期见。